如果你在深夜刷到这个视频，那算你小子走运。男人正驾驶着高大的自制房车行驶在雨中迷雾，考虑到接下来环球之旅的路程遥远，乌尔决定将乌尼莫克停靠在这片平整的草地短暂休息。他下车打开房门，将可折叠的伸缩楼梯完成搭建，方便自己和妻子从外部进入车内。由于此时正下着大雨，乌尔将车顶的隐藏式遮雨棚拉出，再利用伸缩杆插入泥土中作为支撑，就能在入口处拥有一片有屋顶遮蔽的露营营地。这时候的妻子也没闲着，她将车内的露营装备搬运出来，由乌尔负责搭建。为了在雨天舒服的露营，他熟练地打开一袋封存的木块，足以保证内部的原木干燥。接着他将其悉数倒出，在铁皮篝火炉子中加入木块，准备在夜晚来临时点燃。趁这时俩人完成简单搭建后，就舒服地坐在露营房车前，坐看眼前的天色变幻，云雾缭绕，群山郁郁葱葱。于是俩人索性离开营地，敞开车门直接走进森林中。简单观察一番后，发现这里相对安全，也没有太多危险的动物出没，非常适合在这里安营扎寨。于是乌尔回到营地，在乌尼莫克的下方储物间内掏出一把伐木斧，将这些原木块劈砍成容易燃烧的碎块，让篝火炉子的燃烧更加充分。接着乌尔从房车后备箱中掏出折叠桌椅，在营地搭建起来，上方刚好可以摆放一台壁炉，将细小的木块放入作为引燃物，只需使用喷枪点燃，原木就酷燃烧起来。放入壁炉中，关闭舱门，上方借助排烟管道将黑烟排出，让整个营地都变得更加干燥又暖和。此时虽然户外下着大雨刮着风，但有了遮雨棚和2台篝火，安全舒适，还显得非常温馨。眼看天色渐晚，乌尔妻子已经开始准备今晚的大餐。他揉捏面团，又切割了储存在车内冰箱的冰冻奶酪，在面饼上加入果酱调味，紧接着只需放入已经高温加热后的壁炉之中，就能等待美味的完成。然而由于乌尔火候把控的不好，小披萨当场黑化，妻子便重新开始制作。不过烤焦的披萨乌尔也没有浪费，焦香夹杂着香甜果味，奶香可口，相当美味。经历失败后的夫妻俩，煎烤披萨的水平更加到位。下雨渐渐雨停后，俩人烤着火，悠闲地吃着下午茶，欣赏着夕阳下的森林美景。晚霞照亮了整座山谷，营地也被整片粉色天空笼罩。很快，天空变黑了下来。乌尔在房车营地挂上了照明灯，即使在夜晚也能安全生活。这时候也到了制作晚饭的时刻，同样借助壁炉中的高温，烘烤提前制作好的甜点。不过过于高的温度早已将表面烧焦，内部却是依旧美味，外焦里嫩，恰到好处。一旁的炉子上则用来烧水，一整碗的茶水饭菜就很快搞定。在营地篝火旁吃了起来。考虑到现在已经是深夜，野外的森林相对危险，乌尔在不远处架设了一台红外线照相机，方便实时观察室外野外的环境，能够在野兽来临时及时应对。随后还在附近巡逻一圈，确认安全后，俩人就回到了房车内部。疲惫一天的俩人来到顶部的卧室中就此睡去。第二天一早，迎接俩人的不是阳光明媚的清晨，而是绵绵细雨。乌尔被窗外的光亮吵醒，睡眼惺忪了起来。在房车内简单洗漱后，就从车内出门，提前还特意套上了雨衣。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远处的树旁，将照相机拆卸下，检查夜晚是否有野兽来袭。坏消息是这次相机没派上用场，好消息是没有野兽来营地。回到房车前，乌尔将剩余的原木继续劈砍，重新填充到篝火炉子中，点燃后源源不断的热气让营地变得暖和又舒适。一旁的壁炉也故技重施，在炉内添加了一些面包，来点简单的烘焙，作为俩人一早的简餐。贤惠的妻子也没闲着，直接在一旁起锅热油，加入了荷包蛋。桌面还泡了一壶红茶。该说不说，乌尔夫妇俩人吃的是一顿比一顿好，营养丰富还美味。吃饱喝足后，此时的大雨已经越来越大，甚至下起了冰雹，迷雾也渐渐让俩人看不清，于是便打算开始收拾打包，将露营装备放回露营房车内。经验丰富的乌尔夫妇整理起来手拿把掐，很快就将所有装备放入房车中，继续驾驶着乌尼莫克前往下一站。